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战锤公民。最近频道介绍了不少混沌阵营的角色，死亡守卫、纳垢信徒一个接一个，搞了整个频道的腐化气息有点太浓了。看来是时候好好净化一下。那说到净化以及猎杀恶魔，在战锤 40K 的宇宙里，恐怕没有一支部队比灰骑士更专业了。所以今天这一集就要来跟大家分享 Joytoy 推出的灰骑士传奇英雄卡尔多·迪亚哥。在战锤 40K 的宇宙中，灰骑士是隶属于审判庭的秘密星际战士战团，专门负责对抗混沌与恶魔的威胁。他们与一般星际战士不同，全员皆为强大的灵能者，而卡尔多·迪亚哥则是灰骑士的至高大导师，也是战团最具传奇色彩的领袖。他最著名的战绩是在激战中击败死亡守卫原体莫塔里安，并以灵能之力在其心脏刻下灰骑士的名号，象征对混沌的蔑视。随后他被放逐进亚空间，却没有疯狂或腐化，反而在混沌界中持续征战。迪亚哥象征灰骑士的极致信念，在最黑暗之处仍然持剑而立。而在游戏方面，迪亚哥也有出现在战锤 40K 混沌之门恶魔猎人这一款游戏中，在之前分享过的灰骑士克罗堡主影片也有介绍过，有兴趣的兄弟们记得点击资讯栏连结去观看哦。打开盒子后，盒内除了卡尔多·迪亚哥本体外，额外有一颗头雕，还有一把泰坦之剑与风暴之盾，以及一面战旗。此外还有3只可替换的手型。银灰色涂装的头盔整体呈现出相当标准的灰骑士风格，额头中央镶嵌着金色审判庭浮雕徽记，蓝色眼罩做了半透明涂层，视觉上有发光感。面罩下方则设计了多个透气孔与细小结构。肉头头雕的部分，额头的纹理、皱纹以及脸部肌肉线条都有刻画出来，细节算是加分项。不过在涂装方面，整体几乎没有做太多的自洗或阴影处理，导致五官的立体感被削弱。头部关节的可动性表现相当不错，除了可以360度旋转之外，左右与微仰角度也都给得很大。对于头雕，大家会是头盔派还是肉头派呢？迪亚哥穿戴着终结者动力盔甲，厚实的护颈上可以看到一圈凸起的铆钉细节，胸甲中央同样镶嵌着醒目的审判庭浮雕徽记，左右两侧还刻有相当精细的文字浮雕。左侧金色文字为剑刃，下方白底黑字则为泰坦；右侧金色文字为莫提斯，下方白底黑字写着泰拉。这让我联想到荷鲁斯之乱系列中相当有名的《泰拉围城莫提斯》这本小说。不过这两者之间是否有直接关联？欢迎熟悉战锤背景设定的大佬留言补充。背部的动力背包延续了灰骑士一贯厚重而工整的设计风格，可以看到方正排列的格栅散热孔。而最让我惊艳的是披风的固定方式，直接用圣洁印记来固定披风左右两侧，这个设计真的很有灰骑士的味道。披风本身采用双色涂装设计，外侧有纯洁白色，内侧则是深红色涂装。从文字内容来看，左侧可以解读为终结，下方则是恶魔，右侧则带有神圣的意涵。左右侧的肩甲造型不同，左侧肩甲以银灰色饰边包覆，内部是一整块金色文字浮雕装饰，中央图样是一把长剑贯穿恶魔之书，旁边还点缀着圣洁印记。肩甲前方还能看到一枚盾形徽章，外围有金色饰边，底色则是红白相间，中间同样是剑刃与恶魔之书的图案。右侧肩甲的金色文字浮雕面积较小，周围搭配3枚圣洁印记作为装饰。下方的白底黑字浮雕则刻画着迪亚哥的名字。手甲的部分同样采用左右不对称的风格，左手手肘处延伸出一片扇形护甲，上面刻有金色浮雕文字泰坦，右手手腕处的护甲则刻有消除的字样，而右手手甲本体上还能看到复仇的金色浮雕文字，与手臂搭载的风暴爆弹枪相互呼应。至于可动性的部分，这款仍然使用旧版素体设计，
肩胛是以胶片固定，手臂采蝴蝶关节，虽然可以360度转动，但实际上因为肩胛体积较大，会产生明显的干涉，导致手臂几乎无法向外横向扩展，只能做内侧的旋转动作，可动性的表现受限。腰甲部分的细节相当丰富，中央的金色浮雕徽记镶嵌着一颗红色宝石，下方垂挂着软胶材质的金色骷髅吊坠与白色布裙，左侧裙甲刻有金色文字浮雕与骷髅图样，并配备手雷。右侧裙甲则挂有一个药瓶，一旁还有一本恶魔之书，封面刻有审判庭浮雕，并以链条与圣洁印记加以束缚。腰部关节的可动性相当优秀，可以做到360度旋转，但也反映出旧束体的通病，腰部的关节较容易松动，多少会影响角色的稳定站姿。下半身腿甲维持了一贯的重装风格，左右腿的设计也各具特色。左腿甲上刻有重击字样，中段白底浮雕上刻着星火，下方则是守护，并搭配圣洁印记装饰。侧边扇形护甲则刻有死亡，右腿甲上则是诅咒的字样，中段有恶魔之书与圣洁印记浮雕，下方刻着统治的金色文字，侧边则是荣耀。在可动性方面，由于裙甲与披风的干涉，腿部前后劈腿的幅度不算大，左右开合也会受到裙甲的限制，膝关节大约可以弯曲90度，而内外侧旋转的可动范围不错，脚掌也支援四方贴地，基本的站姿与展示还是没有问题。至于战旗的部分，可固定在动力背包上方，旗杆顶端由层层堆叠的铁光环与骷髅构成，外圈搭配金色饰边，整体造型正是象征帝国审判庭的标志。旗面主体采用深红色涂装，红色布面中央是一枚醒目的恶魔之书浮雕，下方则刻有卡尔多的字样。战旗背面可以看到类似卷轴的圣物装饰，并点缀多枚圣洁印记。涂装上利用阴影与渐层处理，使布料看起来更有层次感，仿佛在战场的狂风中微微飘动。随和附带的泰坦之剑是由复仇女神之剑重新锻造而成，剑身采用深紫渐层涂装，仿佛内部流转着电弧能量。金色的剑柄上有许多圣洁印记，并于中央镶嵌红色宝石。黑色的握把底部有骷髅浮雕，整体呈现出相当浓厚的宗教与仪式感。另一件重点配件则是尺寸巨大的风暴之盾，盾面整体以银灰色为基调，上方是金色文字浮雕，中央是一枚巨大的长剑与恶魔之书的图腾，周围还有飘散的经文缠绕剑身，下方点缀多枚金色骷髅装饰。盾牌背面除了握把之外，也能看到帝国双头鹰浮雕与圣洁印记。连接盾牌的软胶动力管线可以插入左手臂后方的小孔，不过孔位偏小，其实不太容易插入。如果没有工具协助，直接将管线藏入肩胛内侧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。总的来说，在旧束体的限制下，可动性确实有所局限，尤其是腰部与腿部关节较容易松动。不过在造型与细节表现上仍然相当出色，整体充满灰骑士特有的宗教狂热与神圣氛围，尤其是背后飘扬的战旗，顶部骷髅后方甚至刻有细致纹路，泰坦之剑的深紫渐层涂装也相当吸睛。但我最喜欢的还是风暴之盾，当左手握持盾牌，搭配左肩胛的徽记与装饰时，整体画面就像艺术品一般协调完美。对于灰骑士的粉丝来说，基本上不需要多想，直接入手就对了。这绝对是一款能够充分展现忠诚与信仰的收藏品。以上就是 Joy Toy 出品的战锤 40K 灰骑士卡尔多迪亚哥的分享啦，希望各位战锤公民喜欢今天的影片。而如果你最喜欢的是灰骑士，那绝对要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频道，并分享给同样热爱战锤的朋友们，让更多人能够看到战锤的英雄。也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未来的更多内容分享。那我们下次战锤宇宙见，大家拜拜。